爱的客栈2026 Full EP10，谭松韵第一次主动谈起那段几乎被时间掩埋的经历。她没有刻意铺垫情绪，也没有渲染戏剧性，只是在一个看似轻松的聊天氛围中慢慢揭开伤疤的真相。当她指向自己右上唇的那道疤痕时，观众才意识到，这并非普通的外伤，而是一段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经历。镜头捕捉到她平静的表情，但越是平静，越让人感受到背后压抑已久的情绪。娱乐圈习惯于放大光鲜，却很少有人愿意直面伤痕，而她的坦诚反而成为最具冲击力的瞬间。这不仅是一段个人经历的讲述，更像是一种对演员真实面貌的重新定义，不只是角色中的光彩，也包括现实中的脆弱与坚强。谭松韵将那次受伤称为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这绝非夸张。当她回忆嘴唇几乎掉下一块肉的瞬间时，观众很难不产生画面感。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极其可怕的事故，而对于一名演员来说，更是关乎职业生命的打击。脸部不仅是外貌的象征，更是情绪表达的核心载体。一旦受损，可能影响的不只是外形，还有未来的角色选择与发展空间。那一刻，他面对的不只是疼痛，还有未知的恐惧，是否还能恢复？是否还能继续演戏？这些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真正令人敬佩的，并不是他经历了这场伤痛，而是在面对可能失去一部分自己的风险时，他依然选择坚持下去。伤后紧急送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医生的话语冷静却残酷，如果组织脱落，将面临更复杂的重建手术。这种不确定性让整个治疗过程充满压力。手术只是第一步，真正漫长的是恢复期。脸部肿胀，无法张口，无法正常进食，这些看似基础的功能，在那段时间却成为奢望。他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疼痛，还要承受心理上的孤独与焦虑。尤其是无法亲自向家人报平安，只能通过姐姐转达，这种无力感更让人心酸。对演员来说，恢复的不只是伤口，还有对镜头的信心。他必须一点点找回自我，重新适应镜头与观众的注视。这段经历让他的坚韧不再是抽象的词，而是实实在在被生活锤炼出来的力量。在信息高度透明却又极度碎片化的娱乐环境中，消失本身就会被放大。当谭松韵突然从剧组中断拍摄，外界没有任何解释，这种空白迅速被各种猜测填补。人们习惯用已有的经验去推断未知，于是各种版本的真相开始流传。有人说他耍大牌，有人说他情绪失控，还有人认为他与剧组关系紧张。这些说法看似合理，却完全脱离事实。更令人无奈的是，一旦舆论形成，个体的真实声音往往被淹没。他的沉默在外界看来反而像是默认，可事实上他只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在最脆弱的时候去回应所有质疑。这段消失的时间不仅是身体恢复期，也是他面对舆论考验的一段隐形战场。由于拍摄时间与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高度重合，谭松韵的离开很快被与徐凯联系在一起。娱乐圈中，合作演员之间的关系总是容易被过度解读，而这一次也不例外。不和、避嫌、拒绝同框等标签迅速贴在他身上，甚至成为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认知。事实上，这些推测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却因为传播速度快而被当作事实接受。真正的原因，他因伤离组治疗，却被刻意隐藏，以保护他的隐私。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公开解释，只能默默承受。被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释的空间。而他选择了承担这种代价，这种克制与隐忍，在浮躁的娱乐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星号6，不解释的坚持，沉默背后的力量。星号。面对持续的误解与质疑，谭松韵始终没有选择澄清。这种不解释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他明白，在舆论最激烈的时候，任何解释都可能被曲解，甚至反向利用。与其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不如把精力放在恢复与作品上。多年之后，当他再次提起这段往事时，只用一句已经不在意了轻轻带过。这种态度
既是释然，也是成长。他不需要通过揭开旧伤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用情绪去换取理解。真正的强大是在经历风暴之后依然能够平静地讲述过去。他的沉默不是空白，而是一种更有力量的表达，用时间去筛选真相。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很多演员依靠话题、营销甚至争议迅速走红，但真正能够被观众长期记住的，始终是实力二字。谭松韵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始终走在一条看似缓慢却极其稳固的道路上。他的表演没有刻意的炫技，也不追求所谓炸裂式演技，而是通过极其细腻的情绪表达，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他的角色仿佛不是演出来的，而是自然存在于生活中的某个人，这种真实感正是很多演员难以企及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带有一种温度，不是刻意煽情，而是让人感到亲近与可信。观众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只是剧情的发展，更是人物的成长与情感的沉淀。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信任感，使他成为观众心中的安心选择，只要有他出演，作品至少不会让人失望。与此同时，他在行业中的口碑也同样稳定。他不争不抢，不依附热点，也不通过制造矛盾来获取关注。在一个容易被情绪裹挟的环境中，他始终保持清醒与克制。这种低调并不是没有野心，而是对自我节奏的清晰认知。他知道，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不是短暂的热度，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与人品。因此，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种反流量逻辑的证明，不靠喧嚣也能站稳脚跟，不靠争议也能被记住。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观众，真正的演员是用作品说话的人。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排名、热度、数据似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的搜索量更高，谁的粉丝更多，谁就更成功。然而，这种标准往往是短暂且易变的。今天站在顶端的人，明天可能就被新的话题取代。而谭松韵的价值恰恰不建立在这些不稳定的指标之上，他的影响力更像是一种缓慢却持久的渗透。也许他不会频繁登上热搜，也不会制造轰动性的新闻，但他的角色却能够在观众心中停留很久。那些看似平凡的表演，往往在时间的沉淀中显现出力量。当观众回想起某个角色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真实、自然、舒服，而这些评价远比任何数据都更有分量。他的那道唇边疤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为一种隐喻。他提醒人们，他所拥有的一切并非轻易获得，而是经历过疼痛与代价。他没有把这些经历转化为营销的资本，而是选择默默承受并继续前行。这种克制让他的形象更加真实，也更加令人尊重。真正的高度从来不是被推上去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观众愿意为一个演员的作品停留、思考，甚至反复回味时，那种连接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喜欢。谭松韵所达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层次，他不需要站在最高的位置，因为他已经走进了最深的地方，观众的内心。感谢观看本期内容。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有所触动，欢迎点赞、转发，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是否重新认识了谭松韵？你怎么看待他当年的沉默？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获取更多精彩内容与深度解析。我们下期再见。